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。去欧洲旅游，大家一般都是先打卡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这些热点网红。不过今天介绍的克罗地亚，看海不输希腊、意大利，老城不输西班牙，还有无敌自然山水风景，是个性价比极高的宝藏好去处。克罗地亚在欧洲东南，靠着地中海里的亚得里亚海，形状比较诡异，从内陆弯到沿海长长的一条。克罗地亚当年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，现在克罗地亚看到的很多古迹，比如斯普利特的戴克里先宫，都是罗马皇帝留下来的东西。7世纪的时候，斯拉夫人的一支克罗地亚人跑到这里，搞了个王国，不过一直都不能算是个强国。中世纪的时候，克罗地亚夹在周边一圈老大中间，像拜占庭、保加利亚、匈牙利、奥斯曼帝国、威尼斯共和国，还有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等等，日子挺不好过。一战之后，奥匈帝国崩了，克罗地亚就和巴尔干半岛的一众小兄弟攒在一起，成了南斯拉夫。一直到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，才又成了个独立国家。别看克罗地亚在国际上存在感不高，但好玩的地方是真不少。克罗地亚最有名的城市，应该就是号称亚得里亚海明珠的海滨古城杜布罗夫尼克。杜布在克罗地亚最南端，看过《权力的游戏》的同学们都知道。杜布罗夫尼克号称现实版君临城，不少重要场景都是在这里拍的。不过，就算是您没追过这部剧，这里的历史厚度和城市美感也完全撑得起它的名气。从中世纪开始，杜布就是一个很热闹的海港城邦，靠着航海、金融和外交，在一帮欧洲老大之间左右逢源，活得很滋润。因为有钱，所以围着老城一整圈2公里的城墙修得漂亮，800-900年的历史了，保存的也很好。城墙上一共有5座小城堡，还有16座塔楼，防御功能非常强悍。其中西北角的那个明切特要塞是整个城墙的制高点，从这里看老城角度不错。这个塔楼还是全游迷们的打卡圣地，因为好几个场景都是在这里拍的。城墙上面是可以走的，您一定要沿着城墙走一圈，看看老城的红瓦屋顶，追忆一下昔日港口的荣光，感慨一下那一片深蓝的亚得里亚海，绝对值回票价。南边那段城墙是主要看海景的，有好几家咖啡馆、饮品店，比如《花儿与少年》第5季、秦岚、秦海璐他们花欧园、心在滴血的那家。走累了，喝点咖啡啤酒，坐着看无敌海景，人间值得。杜布的老城里面也很值得走走，从布局到石头街道，真实的中世纪古城，确实能感觉到当年的老前锋。建议您从古城西面的大门皮拉门进去，很有气势的一个中世纪石桥加城门。然后沿着主街斯特拉顿街，从东门逛到西门。主街是老城的主轴，白色石板铺的，几百年来被踩得很光滑。街两边都是咖啡馆、餐厅，当然还有中世纪的老房子。老城里其他值得一看的景点，包括当年老百姓取水的大欧诺佛喷泉、方济各教堂和修道院，当年拉古萨共和国总督办公的总督宫，还有杜布罗夫尼克主教座堂、耶稣会阶梯等等。老城背面靠着的是个400多米高的小山，叫斯尔济山。山上有好几个很不错的观景点，俯瞰整座老城，还有亚得里亚海，风景无敌。上山可以轻松愉快地坐缆车上去，也可以走步道上山，大概1个半小时单程，一路景色很好。如果您是傍晚上山，可以看到绝美的海上落日。山顶的那个全景餐厅，就是花哨5里大家吃饭看日落的那个餐厅。不过一定要预先定位，否则找到座位的机会渺茫。如果时间够的话，还可以去看看老城西边的罗维里耶纳克要塞。这个要塞号称杜布罗夫尼克的直布罗陀，当年为了和威尼斯人干仗修的。和欧洲其他更大的军事城堡比，这个要塞不算大，逛1个小时差不多了。不过从要塞上面看风景也是绝佳，是从另一个角度欣赏老城和城墙的好地方。要塞下面是一片小海湾，叫西港，把要塞和老城隔开的，海水非常漂亮，据说也是全游的取景地。从杜布往北开3个小时左右，就到了斯普利特，克罗地亚的第2大城市。
和杜布这种纯旅游城市比起来，斯普利特更真实、更松弛，是真有老百姓住的，东西也便宜一点。斯普利特的招牌是1700多年历史的戴克里先宫。这位戴克里先同学当年是罗马帝国皇帝，是个雷霆手段的牛人。当年他接手的罗马帝国是个巨大的烂摊子，前面50年里换了20多个皇帝。戴克里先从行政、军队、税务各个口大刀阔斧搞改革，东西罗马分治也是他开始搞的，后来还嫌地盘太大管不过来，搞了个4地共治，2个正皇帝，2个副皇帝，4大块地盘各管一片。戴克里先当了20多年皇帝，然后主动退休享清福，回老家斯普利特种菜去了。戴克里先宫一共有4座城门，从北到西顺时针转，分别是金、银、铜、铁门。金门是戴克里先宫的北门，最大的一个门，也是最早的皇城正门。这里除了打卡一下金门之外，您还可以看一下这个门口的宁斯基雕像。这个宁斯基是当年克罗地亚的天主教主教，做了不少好事。据说摸雕像的大拇脚趾会有好运，而且以后一定会回到克罗地亚，和布拉格的那个查理大桥上捷克圣人内波穆克的雕像功效差不多。银门是东门，离皇宫的核心区最近。进了银门没走几步，左手边就是一堆景点，列柱广场、主教座堂、教堂钟楼，还有皇宫前厅。列柱广场和前厅是戴克里先宫遗迹的核心，一定要打卡的。这个主教座堂是斯普利特的地标，1400多年的历史了，据说是世界上最老的天主教大教堂。教堂下面有戴克里先的陵墓，可以参观的。和其他老城差不多，教堂钟楼也是老城制高点，可以爬180级台阶上去，上面风景很好。这附近还有个朱庇特神庙，现在是教堂的洗礼堂。神庙里面没啥太大看头，门口的这个残废的狮身人面像，据说有3500年了，还是很神奇的。同门是南门，是4个门里最小的，不过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据说本来同门就在海边，老皇帝可以坐着船从同门进宫的。西边的那个门叫铁门，也不是很大。从铁门出来，就到了老城里宫城外面的部分了。大家可以随便转转，可以看的景点有人民广场、共和国广场、水果广场等等。斯普利特就在亚得里亚海边上，海景没得说。港口边上的里瓦滨海大道可以逛一逛，感受一下气氛。旁边的一溜小餐馆、咖啡店可以忽略，载游客的居多。如果要看斯普利特全景，可以逛到城西的山坡上的那个马里安山观景台，从高处俯瞰斯普利特老城侧沿和亚得里亚海，超值风景。好了，克罗地亚好玩的太多，今天这集视频就先到这里。下期咱们接着介绍克罗地亚，包括斯普利特附近的跳岛游、扎达尔、萨格勒布，还有山水精华16湖国家公园。多谢大家观看，喜欢的话请点赞、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